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实际的聊一聊实测后的阿加莎强度和抽取建议。我们先来看阿加莎的完整技能。阿加莎的特性是技能命中3名或以上的敌人时，伤害提升 30%。这个数值稍微比始祖级别的利米姆要弱一些，利米姆是命中2人提升 20%， 命中4人提升 50%， 取中间值命中3人就是提升 35%， 比阿加莎的还高了 5%。所以阿加莎的命中人数增伤就只是普通眷属的等级，并没有设定的很破格。接下来是阿加莎的战绩，技能数值给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有看过上一期视频的都知道，阿加莎的战绩是和弗里德里希一模一样的，但是阿加莎3次攻击就可以释放战绩，比弗里德里希少了1次。阿加莎的战绩伤害是 300%， 也比弗里德里希高，而且阿加莎施加的护盾值是 30%， 还比弗里德里希多了 10%。 就连护盾的持续时间12秒，也比弗里德里希多了2秒。阿加莎在技能数值上基本是完爆弗里德里希的，不过在实战中却不会比弗里德里希坦，这也很正常。毕竟弗里德里希才是真坦克，在防御属性上就比阿加莎高了很多，而且特性上还有持有护盾时可以减伤的技能。反观阿加莎就再也没有其他能支援防御的技能了，而且实际上阿加莎的战绩也没有技能描述的那么好。接下来进入实测的环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虽然技能上写的是3次攻击后触发战绩，但实际上阿加莎的护盾是要等释放完战绩后才会添加的，所以实际上也是4次攻击后才能添加护盾的，真是让人白高兴了一场。实测后的数据是，阿加莎3秒攻击1次，12秒才能添加1次护盾。很可惜的，光凭这个间隔时间和护盾量是不足以单独在前排扛伤害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阿加莎战力太低，所以才会扛不住。接下是阿加莎的奥义，我会把阿加莎的奥义分成巨怪、拉人和输出3个部分来讲。阿加莎的奥义可以在指定的位置释放宿命绝场，将敌人向平台中心拉近，并使处于宿命绝场的敌人获得移动速度下降和物理防御降低中，持续5秒。不过实测后却发现，阿加莎的拉近效果只有1秒，闪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并不能在5秒内使敌人无法释放技能和移动。阿加莎的技能只能用来打断，而无法用来控制。这已经是阿加莎第2个技能描述陷阱了，真正能维持5秒的效果，其实只有移动速度下降和物理防御降低而已。不过好在阿加莎移动速度下降的数值还是远超于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这就只是个小型的效果而已，没想到它居然可以降低 90% 的移动速度。这个数值足够将移动速度慢的敌人困在宿命绝场里，但移动速度快的却仍有机会超出宿命绝场的范围。阿加莎的奥义释放距离比达尔卡罗短，但奥义范围却比达尔卡罗大。巨怪的能力是及格的，但拉人的能力就不足够了。阿加莎的巨怪主要是为对主目标和其原型范围内敌人造成伤害的攻击类型而服务的。因为这种输出模式范围非常小，如果不巨怪就几乎打不到主目标周围的敌人。巨怪最大的受益者是范海辛和始祖诺亚，因为他们就是这类型的输出，而且也可以吃到阿加莎的物理属性降低效果。其他也能喝到汤的还有利米姆和始祖艾米，但他们不是物理攻击，所以不是最大的受益者。至于达尔卡罗，由于他的定位和阿加莎最像，所以他们基本不会摆在同一个队伍里。现在好用的残月眷属还是比较缺的，这就是阿加莎最大的价值。在需要3队的场合，比如氏族围猎或 PVP， 阿加莎就可以用来支援物理队，达尔卡罗可以支援 DOT 队，阿卡贝拉则可以支援法术队，这样3队都会有好用的残月辅助了。阿加莎的巨怪在打战桩型的敌人也很好用，就比如这次的氏族围猎就有很多这类型的敌人。
只要用阿加莎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比较好打。一个看似简单的把敌人聚集在一起的技能，其实也是有聚怪和拉人两种用途的。拉人的能力主要是在主线中使用，不过因为能拖动的范围实在太小了，根本就拉不出什么距离，所以很容易就会给人一种没有用的感觉。但只要你了解它的正确使用方式，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还蛮好用的。阿加莎的拉人主要是用来对付中排，而不是前排的。前排的敌人，你即使拉了也没有用，因为拉远了，你的前排还是一样会往前靠，结果该被打的还是会被打。正确的使用方式应该是把中排的敌人往后拉，这样才能打断中排敌人的攻势。AI 的设定一定是只要攻击距离够，就会马上停下来攻击，所以只要你把他们往后拉，就一定可以把他们拉出射程范围外，暂缓1-2秒的输出时间。中排比较脆，阿加莎先压一波血，再加上拉远敌方可以增伤，这样始祖苍岭要收割起来也会更容易。明天就会放上阿加莎的实际通关主线视频，到时候大家就会更容易明白阿加莎在主线的用途了。最后来说说阿加莎的输出能力。阿加莎和罗蕾莱基本是同款的，两人都是在释放奥义后，普攻和战绩输出模式都会改变的眷属。但阿加莎比罗蕾莱佛心的地方是，她的普攻和战绩输出能力全都绑在奥义上了。只要升级奥义，就可以连带提升普攻和战绩的输出，不像罗蕾莱一样要分别自己去升级奥义、战绩和普攻，实在太坑了。阿加莎会先释放3次普攻，然后释放1次战绩，这个模式即使是在奥义里也一样，只是在释放奥义时，战绩不会为自己加盾。12秒的往复测量时间，刚好就足够让阿加莎释放3次普攻和1次战绩，所以阿加莎奥义的总倍率是 1875%， 这个奥义的倍率刚好就和达尔卡罗释放5张牌时的倍率是一样的，而且阿加莎还不需要暖机就可以做到。所以阿加莎其实就是物理版的达尔卡罗，虽然定位不完全一样，但阿加莎的输出能力还是可以参考达尔卡罗的。达尔卡罗的战绩一样也是4次攻击发动1次，伤害也一样是 300%， 差别只在达尔卡罗会添加持续伤害，阿加莎则会给自己加盾。奥义上的差别是，达尔卡罗可以攻击得更远，而阿加莎则是攻击范围比达尔卡罗更大。不过达尔卡罗的攻击属性就比阿加莎高了很多，但在生命和物理防御上，则是阿加莎更占据优势。所以两人其实是不相伯仲，各有用途的。达尔卡罗输出更高，能打得更远，但范围小；阿加莎输出稍低，但生存更强，虽然打得不远，但胜在范围大，能打更多。队伍搭配方面，主要还是看关卡需求，所以我就只给出一个大方向。阿加莎可以用来支援范海辛、始祖诺亚、始祖哈提和利米姆。生存能力方面，阿加莎无法单坦，所以至少搭配奎因来双坦是基础。如果想增加阿加莎的生存能力，大仓廪的支援是最好的选择。大仓廪的战绩每10秒添加1次护盾，可以用来支援阿加莎没有护盾期间的空档。而且大仓廪在战斗开始施加护盾后，还能永久的让阿加莎获得护盾量提升 25%。这么一来，就可以让阿加莎平均每11秒就获得 50% 左右的护盾量了。输出方面，阿加莎也是普攻流的，所以最好的攻速拐自然就是限定贝拉了。实测后，在限定贝拉的提速下，阿加莎可以在奥义期间多抛出2次回旋镖，多打出 750% 的伤害，这个差距可是非常大的。另外，这边也有一个开技能的小细节，如果是在阿加莎2次普攻后才开奥义，那么阿加莎就可以在奥义期间打出2次战绩，这个多出来的伤害就是 1125% 了。当然在实战中有没有这个机会让你这样开技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限定贝拉的首要支援目标一定是始祖苍廪，然后是范海辛，
怎样都不会轮到阿加莎。所以艾米就是另一个更适合阿加莎用的辅助了。其实艾米也有攻速提升效果，不过只有21%。阿加莎的第5下攻击硬是抛不出来，或许还需要装备再给点攻速提升才有机会。不过艾米还有全伤害提升，这边也可以提供增伤，而且她的辅助能力还是对群的。另外，艾米也可以用来增加阿加莎的生存能力，它可以为灵魂链接单位提供永久的受到全部伤害降低小，还可以在对方血量首次低于50%时提供回血。艾米虽然对攻防的提升都不是最顶级的，但它胜在够平均。总结，这次的活动有突破眷属拿卷的奖励。如果要选一个来抽的话，奎因一定是大于阿加莎的，因为现在奎因在主线已经是必要的一员了，而阿加莎则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说是个2队的成员。如果只把阿加莎当成一个辅助来使用，那么官方送的一个也就够用了。技能甚至可以连奥义也不用升，全部维持4级就可以了。遗产方面，要输出就用窥视真理之眼，要生存就用永生之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身前的敌人，就让我来抵挡。听说你是个有故事的人，传说、野史、秘闻之类的，交给我来验证真假吧。身前的敌人，就让我取悦我会考。先说好，先说好。后方支援，由我聂飞他。